黑人女孩回家路上，突然在身后出现辆皮卡，女孩为汽车让路，可白人男子却盯上她，开落一地，女孩被带进树林，四肢被捆绑，不断尖叫挣扎。接着发生惨不忍睹的事情。不久后，父亲焦急地跑回家，看到女儿遍体鳞伤躺在沙发，女儿还向他道歉，说把东西都丢了。卡尔瞪出要杀人的眼神，将女儿送进救护车。有人目睹过黄色皮卡和2名喝多的白人，警方很快锁定嫌犯，而比利面对黑人警察，依然嘴上不饶人。他说白人酒吧不欢迎黑人，直到警察亮出证据，他们车上留有女孩的一只血，他们这才无话可说。认识卡尔，也知道他的女儿唐雅。还有的些见。小唐雅躺在病床，伤势严重到无法行路，长大之后不能生育。卡尔来到杰克办公室，卡尔很清楚，白人男子强奸黑人女孩这样的案件去年发生过4起，但都是以无罪释放收尾。他表明自己的困境，想知道杰克能不能帮助他。杰克也有女儿，他看出卡尔想做的事，那就是杀了那2个畜生。他不想接受他们继续逍遥法外。杰克将此事说给妻子，妻子建议应该通知治安官。警察来到卡尔家，卡尔之所以跑回来，只是为和家人告别。女儿大仇已报，卡尔将心事放下，接着主动走向警车。杰克来到监狱，卡尔为死者父母感到遗憾，但是他不会因此而后悔。唯独深感抱歉的是打伤了隆尼。检察官巴克利会尽早审判，他冷酷野心勃勃，想借这个机会表现自己。如果卡尔想赢，取决于陪审团，选错陪审团就得禁毒气势。他想知道打这种官司需要多少钱。杰克告诉他5万美元。卡尔起身，他只有1000，没人愿意替黑人打官司，只有杰克帮助过卡尔的弟弟，并且帮他赢了官司。卡尔幻想，也许有很多人厌恶这些强奸杀人的事，也许他们会同情一个自己亲手执法的人，哪怕是黑人。外面围满记者，他们问杰克的身份，杰克告诉他们他是律师，是卡尔的律师。检察官听说此事，虽然杰克从未输过谋杀官司，但是也从未遇见过他。杰克上了电视，他说正义是没有种族偏见。妻子觉得他说的太好了，真的为丈夫骄傲。可接着杰克接到电话，如果那个黑鬼无罪释放，那么他就得死。杰克遭到电话威胁。法庭上，死者的兄弟安慰母亲，检察官霸气登场。接着庭审正式开始，辩方以精神失常为由申请无罪答辩，而控方要求政府医生对被告进行检查，并反对任何保释申请。接着几句博弈后，保释申请被当场驳回。杰克申请更换审判现场，也同样还在未申请时就被法官当场驳回。杰克觉得被告无法得到公平审判。这时一个女孩将一份资料放在杰克的桌子上，杰克看过后，曾经有过2起案子，辩方申请更改审判地点失败后，都通过上诉获准了更改决定，法官没办法先同意了请求。这一局，杰克的目的达到，他想更换法庭，换一批公平的陪审团。退庭后，检察官让政府医师检查卡尔，还有查出是哪个医生说他有精神问题，他要让他名誉扫地。杰克收到卡尔的律师费，一共只有900，因为他的孩子们要吃饭，他没有办法，银行不给他贷款，因为他死了没人还，他的工作也没了，干了20年，只因为休了5天就把他开除了。杰克告诉他，他不能因为900去打谋杀案的官司，他也需要过日子。对于卡尔，他没有办法。女孩找到杰克，艾伦就是法庭上的神秘女人，她来自大城市，现在在法学院上学。她因为卡尔而来，她想帮助杰克。死者的家属也没闲着，他兄弟找到消失已久的3K 港，这天晚上开始找杰克家人的麻烦。他们先打了威胁电话，然后在杰克家外点燃十字架，幸好警察迅速赶到，不然可能全被烧掉。这天晚上，妻子和杰克吵了一架。自从接了这个案子，律师事务所就再没有过客户，他们即将会支撑不下去，就连女同事也会接到恐吓电话。他也是过了好久才告诉杰克，因为他知道杰克不会放弃这个案子。黑人女孩被2名白人残害，父亲知道得不到正义，于是在上法庭前将2名男子直接干掉，接着主动投案自首。这件事引起很大的轰动，律师杰克要为他辩护，他却付不出最低的律师费。妻子儿子们也很快没钱，要饿肚子，于是卡尔想到一个主意，即使自己会死去，也要为家人留点什么。妻子带孩子们去过教堂，牧师要为可怜的一家筹集善款。妻子告诉卡尔后，卡尔却看出牧师的猫腻，于是他设了一个小局。牧师一行人来到警局，同时卡尔叫来杰克。牧师筹集了7000元善款，但这笔钱只能用来打官司，而且必须用教会的律师才放心。可卡尔让妻子打听到，牧师可不是这样和教会说的。牧师几乎哭着和教会说，不捐款他的家人可能会饿死，这才是卡尔的目的。牧师本想用自己的律师套出捐款的钱占为己有，他们的恶行被发现。卡尔威胁道，如果不把善款给他的妻子，他会揭穿他们所有人。还有他想在杰克身上下注。卡尔希望家人的善款和杰克的1000元律师费都能在今天同一时间收到。他们向几位告别。到监狱后，杰克觉得卡尔的计划太帅，而卡尔只是不想让家里人挨饿。一天晚上，一个男人悄悄来到杰克家，将一个箱子放进房子边上，还好治安官在此蹲点。杰克早已转移了妻子和女儿，他们将狂热分子抓个现行，里面竟然是一颗炸弹。
妻子和女儿准备上飞机，要去妻子父亲家待些日子。他不理解杰克，如果有危险，希望他放弃。由于法官的人脉，卡尔的审判还是在本地进行。为了公正，陪审团会随机选择，即使杰克上诉，也不会有用。3K 党又开始行动，既然杰克家人离开，他们就袭击杰克同事的老公。杰克来到医院，女同事不想和他说话。第二次开庭的前一天，这哪是随机选出的陪审团，全部都是白人。满街的黑人大声呼喊释放卡尔。3K 党也开始游行，他们没有控制住，大打出手，现场一片混乱。一个孩子扔下燃烧瓶，将领头的红衣男子点燃。法庭内的人跑出，杰克也受了刀伤。这次的动乱，3K 党死亡1人，他们不准备结束。天黑后来到杰克的家，将他的房子点燃。还好这晚杰克没回家，可他的家全部被烧没了。审判日当天，为了不再发生昨日的事，上面派来部队支援。巴克利问死者母亲，母亲说他的儿子只有23岁。杰克问道 In those 23 years, Mrs. Cobb, how many other children did your son kidnap? 就是要先发制人。之后巴克利亮出枪击现场物证，治安官证明死者涉嫌强奸谋杀女孩。今天的审判结束，明日继续进行。同事的老公离世，他在拿身边人的命去打官司，其他什么都不顾。团队2人焦头烂额，他们要想到对付心理医生的办法。第二天一早，艾伦来到心理医生的工作地点。巴克利找的医生是一名教授，艾伦以记者身份想见他，可男人说医生去法庭了。于是艾伦套出医生办公室位置。法庭上，巴克利请出治安官隆尼，他在案发现场不幸被子弹弹飞击中膝盖，导致膝盖下面被截肢。而隆尼的回答震惊全场，因为卡尔他被锯掉头，但他不怨卡尔，因为那是意外。反而如果是他，也会做出和卡尔同样举动，因为他也有女儿。如果有隆尼觉得卡尔是英雄，应该放了他，不必理会陪审团。艾伦通过翻窗户来到医生的办公室，翻找半天找到重要资料。接着医生登场，他是精神学教授，总之职位学识很高。医生通过对卡尔的观察，他可以证明卡尔没有精神病。就在不知所措时，艾伦回来了。杰克看了一眼，医生的职业生涯中曾为46起案件出庭作证。杰克提出其中一起，一名男子被证明没有精神病，这名警察和那些人是一起的。艾伦被绑在深山野林，他们是3K 党，领头的正是死者的兄弟。艾伦被挂在这里，不出意外很快就会死。还好在即将天亮时，一名男子赶回来，用匕首将绳子锯断，将艾伦抱进车内。今日开庭继续，杰克请来他们的医生，杰克的师傅找到的他，就是他确定的卡尔有精神问题。可是巴克利早有准备，他们查出30年前这位医生被判过强奸幼女。开始医生不承认，接着巴克利要拿出警方曾留下的照片，医生无话可说，承认了那件事。巴克利确实让他名声扫地。杰克找师傅抱怨，师傅说医生是靠谱的人，他的案底早应该被删了。接下来是对卡尔的问话，卡尔说当时像是灵魂出窍，好像听到女儿叫他。2个男人伤害他时，一次又一次的呼叫爸爸，但是他根本没有去。接下来是巴克利问卡尔，巴克利问道，在你枪杀比利和詹姆斯时，你是否知道，就算被判也可能10年就能自由？很明显卡尔不是精神病。下一场结案陈词，男人有罪已成定局，但最后律师的结案陈词直接扭转法庭局面，这段真的太帅，直击人性深处。回到故事，检察官屡次逼近，杰克用精神失常脱罪，几乎已经不可能。他们找到了艾伦，现在他躺在病床，杰克不清楚这件案子还会伤害多少人。艾伦给杰克打气，结案陈词前就不算结束，要让陪审团通过你的眼睛来看这个案子。这天晚上，杰克突然感到不对劲，他准备好手枪，原来是杰克的妻子。他把女儿汉娜留在外公家，妻子回来是想告诉他曾不理解杰克，责怪杰克。他本以为杰克要因为此案证明自己是多么了不起的律师，可是他理解错了。杰克之所以接此案，是因为杰克想到，如果那些人伤害了汉娜，像伤害小唐雅那样，这是案子最后的结案陈词。检察官巴克利这里很简单，卡尔已经承认他的罪行，虽然为他女儿的遭遇震惊，但是卡尔没有杀人的权利。现在所有人，整个州都知道真相。巴克利认为卡尔有罪。接着轮到杰克，他说本准备一段专业的陈述，但是不准备用它。大家在大斗法律谋略的同时，有件事被忽略了，那就是真相。他们绝不会找一个有前科的人作证。杰克告诉大家，他的证人医生在30年前强奸女性17岁，那时候他23岁，之后女孩成为他的妻子，为他生儿育女，现在他们仍然是夫妻，这便是事实，和大家所想截然不同。杰克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，他请大家闭上双眼，希望大家用自己的心声倾听。故事说的是一个小女孩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从杂货店回家路上，杰克请大家想象一下画面，突然一名卡车开过来，2个男人抓住他，把他拖到附近的田间，将他捆住，然后撕掉他的衣服，爬到他的身上，一个接着另一个强暴他，一切清白纯真就此破碎，和弥漫的酒气与汗臭之中。而在这之后，在他们伤害他幼小的子宫之后，夺走他生儿育女的机会，还将他当成靶子，用装满啤酒的易拉罐砸他。他们砸得很用力，以致他皮开肉绽，伤口深可见骨。接着在他身上小便，还将他吊起来，用绳子套紧在他的脖子上，然后突然收紧，他被吊在空中，双腿踢打着，但是够不着地面，吊着他的树枝不够结实，折断了他掉下来。
摔在地上，所以他们抓起他，扔到汽车后座上，开到雾溪桥将他扔下去，而他坠入足有30英尺，才沉到溪底。Can you see her? Her raped, beaten, broken body, soaked in their urine, soaked in her blood, left to die. Can you see her? I want you to picture a little girl. Now imagine she's white. 庭内庭外一片安静，男孩跑出来宣布卡尔是无罪的，万人欢呼。只有歧视黑人的3K 党，杰克说动了所有白人陪审团。小唐雅出院，奔向他伟大的父亲。杀戮时刻是1996年的电影，讲述了一个父爱的故事。最后那段结案陈词，击中人性最深处。